大家，我是妹。今天是我在里斯本的第3天，我今天要去贝伦区，然后我今天打算买1日票。我现在来教你们怎么买1日票。首先就找到这个蓝蓝的机器，这里有英文可以选。我前天已经有买这张卡了，如果你没有卡的话，你就选第2个。买卡，一张卡是0.5欧。那已经有卡的话呢，就选第1个，这边可以插入卡片，就有点像储值的概念。Continue， 单程的话是1.8欧元，所以搭3次以上买1日票会比较划算。我要用银行卡付款，所以选这个，这里感应就可以了。然后当然也可以用现金付款，这里可以投入硬币。那这里是纸钞插入的地方，银行卡付款可以在这里插入。我刚才逼完了，它现在正在充值。那1日票大概是230元台币，现在就可以把卡片拿出来。1日票从你逼第1次刷入站之后开始计算，24小时内都可以无限搭，只要搭3次以上，就是第4次就已经回本了。现在等车。我现在要去女贼市集，这个市集只有礼拜2跟礼拜6有开，今天刚好是礼拜2，所以呢就顺便去看一下。我要搭这个可爱的小黄车，里面小小的。天主教的教堂。现在到了女贼市集了，这个市集的历史非常悠久，它可以追溯到13世纪。这个市集大部分有卖的东西都是2手的。那为什么会叫做女贼市集？是因为据说当时候这个市集所贩卖的东西都是偷来的。那这个市集呢，也是里斯本很古老、很受欢迎的一个市集。市集上贩售的商品各式各样，有书啊、古董饰品、衣服、墨镜、花瓶。这里还有一个室内的空间卖食物，听起来很好吃。这个杯子好可爱哦，这里面卖很多文创小物。都直接摆在地上卖，这一堆衣服只卖1欧。这个市集就在天主教里斯本宗主教区的旁边，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国家先贤祠的圆顶。这个市集蛮大的，喜欢那种文青风格或是文创小物的人来这里应该可以逛很久，品项非常丰富多元，而且价格应该都很便宜。仔细在这里寻宝的话，就可以用低价买到很物超所值的东西。这是葡萄牙很著名的蓝瓷砖，这一栋就是国家先贤祠，这里有一片漂亮的瓷砖墙，现在在国家先贤祠的正门口。这是一个17世纪巴洛克式教堂改建成的现代陵墓，它里面上有很多国家名人。这粉红色房子好可爱哦！这边有一个军事博物馆，这里有一个可以拍漂浮的一个景点。我现在要等728公车搭去贝伦区。我现在到贝伦区了，我刚才从市区搭了大概40分钟的公车。第1站先来吃蛋挞，这里有一间100年蛋挞的创始店，据说蛋挞就是修道院里面的修女发明的。这是它的菜单，那边是外带，然后这里是在拍要内用的。进来了，很大，有很多个用餐的地方。我刚才排队大概只排了5分钟我就进来了，然后里面大概走了2分钟才走到这间最大间的用餐区。它里面的位置很多，所以其实翻桌率蛮快。我刚才进来大概等了3分钟，就有人来点餐。我点了一个甜的蛋挞，然后一个咸的人热巧克力。这一间蛋挞店创始于1837年，它这里还有给肉桂粉跟糖粉。据说蛋挞是由旁边修道院里面的修女发明的，他们那时候只有要用蛋的蛋清，然后蛋黄呢就不知道要做什么用，那丢掉又可惜，所以呢修女就加了一些糖做成蛋挞。这个蛋挞有7层饼皮，它下面烤得焦焦的，试试看。超好吃，我觉得它跟我昨天吃到握手 logo 的品牌有点不太一样，它的饼皮比较没有那么酥，比较像春卷的饼皮，它不是酥而是脆，里面的内馅比较不甜，加一点肉桂粉，还有糖粉。加了肉桂粉，多了一层风味，蛋香味超浓郁的。我点了这样子3样，总共是6.7欧元。这一颗蛋挞1.4欧元，比昨天那间还要贵0.1欧。这一杯巧克力要3.5欧元。现在要来吃这个。
外面的饼很像炸猪排，海鲜味道很浓，我很像有吃到蟹肉。它里面这个内馅有蟹膏的味道。这一块是1.8欧元。做蛋挞。这里是外带区，他们还有卖一些周边商品，还有这个蛋挞酒。这里有好几个很重要的打卡景点，也是历史景点。第一个就是我刚才去的百年蛋挞创始店，它的旁边就是热罗尼莫斯修道院，前面还有发现者纪念碑，跟再远一点的贝伦塔。我现在要去这个修道院，可爱的马儿。我后面这个白色外观很漂亮的建筑是圣玛利亚教堂。曼努一世在位的时候最有名的历史事件就是1498年达伽马绕行非洲好望角，成功抵达印度，开启了当时候殖民主义。在圣玛利亚教堂旁边就是葡萄牙最重要且最知名的热罗尼莫斯修道院，是为了纪念当时候达伽马从印度有功而归所建立的。它从1502年开始兴建，经历了4任的建筑师，后来又新增了一个教堂，给要出海前的航员们做祈福。据说达伽马他在出海前有在这个修道院祈祷。在15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欧洲各国都在寻找新的贸易伙伴跟航线，要建立殖民地，扩大自己国家的影响力。由于位在很优越的地理位置，又有很进步的航海技术，而且当时候国家经济条件也支持，所以葡萄牙就成为了这一场地理大发现的先行者。这个发现者纪念碑是为了纪念亨利王子逝世500周年。亨利王子是葡萄牙航海的重要推手，他在21岁的时候就征服非洲摩洛哥的海盗，避免海贼在地中海上骚扰葡萄牙的船只。除了找到了西非黄金贸易的来源之外，他也成功阻止了海贼对葡萄牙海岸的袭击。而且他那时候就发现到说，他自己的船只航行在地中海太笨重了，所以他又开发了新的船只，用帆船来航行。通过帆船呢，葡萄牙的水手就可以在较浅的海域加速探索的脚步，那也影响到后来的地理大发现。这个纪念碑它是在1940年首次在葡萄牙的世博会上展出，它当时是用易腐败的材料所建成，后来为了要永久保存，所以呢改用钢筋混凝土来建造。在1960年的时候完工。这个纪念碑总共有52米高，相当于2层楼，以船首作为主题呢，就是以亨利王子为首，纪念了32位对葡萄牙航海发展很重要的人物。其中2位比较有名的是达伽马跟麦哲伦，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这一个是4月25日大桥 ，Google 上说这是金门大桥式吊桥。这一座桥超过2公里，连接了里斯本跟对岸的阿尔马达。对面就是热罗尼莫斯修道院跟圣玛利亚教堂，街头艺人在拉球。好好听啊！那边可以看到贝伦塔，这个是贝伦登塔。现在要走去贝伦塔，就在前面那里。这边停了很多的船只，我刚才以为可以直接走过去，结果没想到这里没有路，那我又要走回去，要从那里这样绕一大圈才能到这里。贝伦塔是一座5层楼高的防御性建筑，它建于16世纪初，当初是为了纪念达伽马成功航行世界1周，也作为守护里斯本港口的一个象征。那为了要展示国王的身世，所以塔上装饰了很多曼努埃尔式的代表物，比如说有后绳索、石节，还有很多的海洋元素。这里有一个小的贝伦塔，它的旁边有一个大的。这个贝伦塔，它跟热罗尼莫斯修道院一起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那它曾经呢被用作电报站、灯塔、海关，甚至是监狱。现在矗立在这里，就是一个葡萄牙海权时代的象征。那里有阳光洒下来，蛮漂亮的。一台大的飞机。4月25大桥真的是很长哎。热罗尼莫斯修道院的对面有一个帝国广场，这里有一间粉色麦当劳。我现在要搭公车去看里斯本大耶稣像，希望能赶在日落之前到达。我发现在贝伦区看到的些人特别多。跨过4月25日大桥，我现在到桥的另外一边了，耶稣在那，我现在要走过去，要走15分钟。夕阳要落下了，巨大耶稣雕像赶在日落之前抵达。这个夕阳刚刚经过的大桥，这一尊巨大耶
耶稣雕像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巴西里约的那一尊救世基督像。它从阿尔马达俯瞰整个里斯本的市集，前面有一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这边漂亮，哦，耶稣。我刚刚在耶稣雕像前面，请人家帮我拍照，就认识了2位法国的女生，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去吃晚餐。现在又要跨过这个4月25日大桥。他们找了这一间要来吃法式小女孩，但是我已经吃过了，我看有没有其他的可以点。结果这一间的菜单上没有我想要吃的，所以我就跟他们告别。我现在自己要去另外一间。我现在来了一间非常 local 没有招牌的店，这个是它的店门口，完全没有招牌，它在一个楼梯走上来的正门口。给你们看它的菜单。我本来想要点烤章鱼，但是没有了，老板就拿出一只生鱼给我，他说只剩下这个，我就说好吧，所以我点了一个烤鱼，然后加 potato 跟 salad。这个是老板上菜了。它这个鱼是一整只哎，很大一只，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鱼，非常新鲜的味道。苹果醋、橄榄油。它这一间店小小的，但是人潮络绎不绝，而且刚刚连警察也来买，警察就直接把警车停在他店门口，进来拿外带，在地人才会进来吃的。结为一个亚洲面孔，就是它手。这马铃薯完全就是原味，完全没有调味。我跟他要了盐巴 ，Thank you。它的沙拉就是生的洋葱、一些菜，还有番茄。沙拉的调味很好吃。吃光 ，Good，Thank you。我吃饱了，第一次蹭一只全鱼，我觉得有一点太饱了，我应该点沙拉跟鱼就好。吃的好撑哦，我吃这样子才7.5欧元。网络上很多人推荐乌马的海鲜饭，我昨天有经过，但是没有进去吃。我很喜欢探索这种店，就是它其实没有什么装潢，但是食物非常新鲜，分量也很大，价格也不会被 overcharge，CP 值很高。我刚才吃这样，如果是在那种有装潢、观光客推荐的餐厅，应该会贵个10欧吧。佩德罗四世广场，里斯本的夜景、城堡，然后教堂。我现在来到一个很酷的地方——奥古斯塔街，这是一个凯旋门。然后这条街很长，可以上去观景，但是好像要付钱。这两边都可以上去。我前面就是河了。我刚才买了一个蛋挞，这一间的只要1.2欧元，底部有焦焦的哦，而且感觉蛮酥脆的。目前买到最便宜的，吃吃看。Very good。我觉得这一间的跟 Montgleria 的味道最像，蛋香味也很浓，甜度差不多，外面的饼也很酥。这一间可以排名第2名，贝伦区的100年老店第3名。我要再来买一颗这一间的，这一间的是我心目中的第1名，太好吃了。外带1颗，肉桂粉包可以外带。The best one。又来买了另外一间，这一间也是1.3元。这是我今天的沙发。我现在回来 host 家了，吃好饱。现在在看我的影片。里斯本第3天结束，大家拜拜。